好了，同学们，我刚刚是真的去带上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去亲自体验了大概3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所以我现在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产品使用起来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首先，我跟大家说，完成度非常的高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在使用这款设备的时候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啊？首先，它会用 iPhone 去扫描你的面部信息，有一点像我们录入 Face ID 这个过程。然后呢，用 iPhone 去扫描你的耳部信息，就左看右看2下。这个过程呢，是扫描你耳朵这个空间音频。这个部分我补充说明一下，因为现场他们需要提前对我的各种信息做一个准备。所以是用 iPhone 来扫描的。如果你买零售版的话，它直接用那个眼镜来进行扫描，不需要 iPhone 就可以单独使用。然后给我带到一个小屋里，把我眼镜摘下来，放在一个类似于测度数的这样一个机器上。我今天就在现场他们就根据我测出来的这个镜片度数，给我制作了2个镜片。就我去戴上的时候，直接就不用戴眼镜了，直接是它那个镜片是插入式的，插在这个眼镜里边戴就可以了。这个眼镜和面部去接触这个位置，本身是一个磁吸式的，有一点点像 AirPods Max 的那个耳罩，就是你可以给它取下来，然后根据你扫描出的不同的脸型，它会给你一个建议，然后磁吸上一个符合你面部信息贴合度最高的这样一个眼罩。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设定。小玩的体验呢，它首先是这样，你这样戴上来 ，Vision Pro 有2个角度去调节，一个角度呢是横向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旋钮，你通过旋钮去拧，慢慢的去箍紧。它头顶上方是这样也有一个绑带，这个绑带特别像 Apple Watch， 就是我在体验Vision Pro 这款产品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它是把自己产品线上的 iPhone、AirPods、Apple Watch、AirPods Max 一些产品，所有产品的细节，它都整合到了一起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是有点像 Apple Watch 那个表带有一个粘带，你这么一粘，固定的越紧。稳定带上之后呢，它这边是有一根电线，日常这根电线呢是连一个移动电源，不叫移动电源，它官方的一个电源。官方给出的数据呢是可以在脱离电源，只佩戴这个小的这么大的一个电源包的情况下，可以连续使用2个小时左右。然后这个电源包呢，平常是充电的，上面有个 Type C 接口，你就想在家使用，那你可以连上这个 Type C 数据线，可以实现全天候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使用。戴上这个眼镜之后，首先有2个步骤，就是它会识别你的眼睛和你的手是什么步骤呢？它有点像 Face ID 的那个绕一圈，你需要看。就它会屏幕上出现一个小光点，然后你看这个点，你看这个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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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看完一圈，你的眼睛的识别角度就搞定了。在你的这个空间前方出现一个类似于按掌印的这样一个小平板，虚拟的，你把2个小手往这一按，手就识别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没有其他任何需要过多的操作。然后这Vision Pro 上边呢有2个按键，一个呢在你的右前方呢就是跟那个 Apple Watch 这个 Digital Crown 非常像的，是一个数码旋钮，就你长按，然后它首先会在屏幕上出现一个 Hello 就是那个大家非常经典的那种手写体的 Hello， 然后在这个时候 Hello 的这个我忘了是 H 还是 L 那个字母上会落下一只小蝴蝶，如果你这个时候把你的小手伸出来，那个小蝴蝶会从那个Hello上飞到你的这个手指上，就当你旋转你的手的时候，那个蝴蝶也是跟你旋转的，我的妈呀！然后 Apple Vision Pro 它的操作逻辑其实特别简单，我之前也操作过一些比较老一点的 VR 设备就是你在眼睛上它会出现一个小光标，对不对？就之前我体验的，然后你需要用这个眼睛去瞄准那个小光标，但是对于 Apple Vision Pro 完全没有这个小光标。就是只靠你的眼球追踪，你往那边看，特别精准。就如果那边有个按钮，你往那边看，那个按钮就变颜色了，就代表你正在看着它。但这个时候你没有选中，选中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双手一捏，就这么简单。它的这个双手一捏，不需要你举起来。放在哪个位置？它的那个眼镜下方全是那个摄像头，这摄像头就能照到你手这个位置，你就放在腿这位置，随便这么一捏，手都不用举起来，它就立刻确认了。我觉得这个操作太简单了，真的，同学们，你捏着往这边一滑，这个界面就滑过来；捏着往上滑，它就滑上去。试验完了是吧？对，杜川导演。拜。我补充一下，就是Vision Pro 这款设备它没有鼠标这个概念，没有滑动光标这个概念，就是哪里有按钮，你看哪个按钮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按钮，双手一捏，这就是一个选择。
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屏幕显示的一个原理啊，就实际上你是看到2个屏幕，对吧？外边的人看你呢，他其实也会看到一个屏幕。就日常，比如说你正在使用看电影的时候，它外边会像那个 Siri 的那个动画一样，就是那种光线去闪烁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去跟它交谈，你的这个屏幕会慢慢显示出你的眼睛。它不是说露出你的眼睛啊，它不是一个透明的镜片，它是一个显示屏。然后你之前扫描过你的面部信息之后，它会模拟出你的2个眼神，就是你所谓看到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。其实现实世界是通过这个眼镜上的。好像是总共有12颗摄像头啊，然后拍摄画面实时渲染出来的，通过 M2 芯片，然后又通过 R1 芯片去处理实时的追踪，所以你就好像是看见真实世界，但其实那些都是摄像头拍摄出来的，完全没有延迟，完全没有卡顿，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太强了。在 Apple Vision Pro 里边，你可以选择沉浸式的桌面啊，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，是苹果打造了许多沉浸式的桌面。这些桌面呢是以180度，就是从你的这一侧到这一侧，然后整个环绕天幕的这样一个，我体验了一个湖景，就是一个湖，然后远处有一个山峰这样一个场景，就真的跟我坐在那个湖边一样，真的完全一样。这个清晰度非常的高，我之前很少体验这清晰度这么高的这个产品，完全没有延迟，完全不会头晕。然后它在这个湖的这个场景中呢，会有鸟叫，鸟叫会通过空间音频，就是你转头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鸟在你的左边，那你转头的时候，这个鸟的声音就是从你正前方传递过来。如果有人，你的家人或者朋友，他从远处走过来想要跟你聊天，大家看我刚才不是一个纯实景嘛，就里边全是这种湖景。我这时候我把我的头转向它，一旦你转向它一段时间，这个摄像头检测到这有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突破这个实景的限制，慢慢的出现在你的画面当中。好了，说完了交互，说完了这个主界面，我来说一下我体验的几款应用。第一款呢是相册，这是一个很原生的应用。相册呢，就是首先你点开那相册，它就一张照片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我往这边滑，滑到一张全景照片。当你在全景照片里选择放大，就是瞬间180度从你这边左边一直环绕到你，而且它特别的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是可以虚拟显示的嘛，能有2-3米那么高。当我再往下滑一张，哇，我觉得，可能是整个 Vision Pro 最震撼我的场景之一就出现了，3D 立体照片啊，Apple Vision Pro 的这个3D 照片，就好像那个瞬间凝固在你面前一样。就是他给我展示的是2个小朋友，是爸爸拍2个小朋友在一起玩，哇，就那2个小朋友就好像在我脚边。但它是一个静态的，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静态的。然后当我再捏住这个画面，我再往这边滑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3D 视频，是几个小朋友一起吹蜡烛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场景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个小女孩就坐在你对面，往你面前这么一吹，然后那个烟，你知道那个立体的烟就在你面前，可能不到1米的距离往你这边飘过来，这个真的是惊呆我了。这个功能最强的就是它是一个3D 立体的信息，我现在跟大家如何描述，大家看我的视频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我当时的那个震撼程度，他们就真实的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如果和一个人的记忆相结合，以前我们看照片都是一个平面的一个静止的照片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从这款设备开始，当我们在谈到远行的朋友，当我们在谈到已经离开的亲人，那种回忆它就是一个动态的，是一个立体的。哎呦，这个功能太强了，大家等到这个产品真正上市的时候一定要去试试。当时我看完这个 Vision Pro 的立体视频之后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未来已来。然后再接下来的一个场景呢是 FaceTime， 通过 FaceTime 它其实展现的不是视频通话本身啊，它是要展示一个叫做 Persona， 现在还没有中文翻译名的这样一个功能。这个功能就是你拿这个眼镜，你去扫描一下你自己，因为它本身眼镜上具有3D 信息的嘛，就会扫描出一个跟你真人就是有颜色、有景深、有深度信息几乎相同的这样一个形象。这个形象会随着你去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也有变化，嘴也有变化。我的妈呀，这个真的就是这个非常可怕。我是跟 Apple 的一个员工，我们进行了一个视频动画，他就是以 Persona 这个视频效果跟我展示的。然后在这个视频效果过程中呢，你是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，他鼻子会在前边，然后脸是在后边，然后整个背景它有一个景深关系。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
棒的是它解决了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戴着这个眼镜啊，就没有办法进行自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跟其他人进行 FaceTime 视频的时候，是需要这样一个虚拟形象的。第二点就是一旦这个场景放到虚拟人生之类的应用里，对吧？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avatar 形象啊。头号玩家不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形象放到整个一个虚拟世界里吗？我觉得现在 Persona 所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。倒数第2款应用呢是 Apple TV 啊 ，Apple TV 呢给我展示了2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看《阿凡达》，哇，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是个3D 的画面，我的妈呀！这个3D 的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可以进入这个影院模式，一下扩展到整面墙。这个我今天在发微博的时候发错了，我当时发的时候说它可以变成一个100英寸的电视，其实不是100英寸，我后来有同学纠正我，是一个100英尺的这样一个画面，也就是说横向是一个30米的，就跟影院大小的那样一个幕布，包括它的亮度，包括它的色彩，包括你身边那些小椅子，我都非常真实。苹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你其实是可以选择那个电影院里的位置的，坐前排还是坐后排。然后体验的最后一款应用呢，是一款恐龙应用。这个应用是苹果独自开发的。一打开这个恐龙应用之后，它那个画面会往后移，往后移，然后准确的贴在你面前的一面墙上，就整个视频啪这么打开，就好像通过那面墙，对面就是6500万年前的这个史前世界，就是那个我看的这个场景是一个火山的一个场景，然后有一只恐龙跑过来，我的妈呀！苹果之前不是开发了一个电视剧集嘛，叫《史前星球》，对不对？我感觉就是把那套建模直接拿过来了，而且是具有立体的3D 的深度信息的一只恐龙。我现场没认出来那是一只什么恐龙，然后它可以跟你互动，就是你往这边走，它就跟你往这边看。然后最神奇的部分来了，当我看着看着，它自己从屏幕里走出来了。就他从那个墙里走出来了，走到我的身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是可以用手去摸它的，然后你伸手的时候它会张嘴。这个苹果的人跟我说，有好多女生会比较害怕，因为做的非常非常的真实。然后体验了1分多钟，那恐龙就跑回画面里，完了跟另一个母恐龙俩人双宿双飞就跑走了，把这个画面缓缓拉上。我的妈呀！我体验完 Vision Pro 吧，第一个感想就是完成度很高，这个真的非常超乎我的意料。第2个体验就是学习成本真的很低，这就是一个很苹果的产品，基本都没有学习成本，因为它就2个操作，就是一个你看都不用摇头的，就你看，然后一个你捏。哦对，还有一个过程就是，它会弹出一个键盘，它就弹在你面前一个键盘，一个虚拟键盘，需要输入的时候，你可以在空中去按这个键盘，而且按这个键盘的时候，就明显能感觉到它是有一个距离的，就你的手指达到这个距离的时候，那个键盘的灯就是哪个字母的灯就亮起，然后你可以拖动这个键盘，比如放到你的腿上，你可以拖动键盘放到你的半空中，这个很棒。第3个感受，我认为一切不具备移动性的屏幕设备都会被 Vision Pro 所取代，比如说电视，我觉得现在电视非常危险了，真的。比如说桌面电脑，当有这样一个屏幕的时候，你其实是不需要电脑那个显示器的屏幕了。另外，像比如说 iPhone 啊、iPad 呀这种有很强的移动属性，就你拿在户外，你可以连续使用5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甚至10个小时这样的设备。那现在 Vision Pro 你拿到户外，它只有2个小时的使用，所以我认为移动设备的屏幕短时间内呢还没有这个被取代的风险。但是万一以后出现一个 Vision Air， 对不对？那你随便拿出去走，然后续航很长，那就很危险了。最后一个体验，关于价格，这款现在美元售价是3499美元，合人民币大概要2万多块钱。其实这个价格不低，但是我体验完觉得价格不贵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如果你让我花3万块钱，让我买一款顶配的 MacBook Pro， 我可能会纠结犹豫。但是你如果让我2万多块钱去买这个 Vision Pro， 我不会犹豫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替代品啊。而且这个体验，我从我今天的体验，完全就是一个未来的体验。这最后一个感受啊，作为今天视频的结尾，以上所有视频的内容，我都在极致的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是一个数码爱好者，那你把我刚才的这种体验、这种兴奋度放大10倍；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爱好者，你把我刚才的这个体验放大100倍，那个得到的兴奋感，那样得到的那种冲击力，就是你看到这款产品亲自体验时候的一个感受。好了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